你这一大袋都是行李吗？看起来沉甸甸的。是我给城里叔叔阿姨带的土特产。我去，那他妈是蘑菇，那是白松茸，顶级极品野生白松茸。爸妈，我去参加互换人生节目组了，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放心吧，儿子，大米带着路上吃，咱山里别的没有，自家种的粘米管饱，去到了城里也给人家叔叔阿姨尝尝咱们大山里的粗粮啊。妈，大米就不带了吧？臭小子，这大米是老子专门让人培育的顶级景阳富硒米，9000块钱一斤，你天天拿来喂猪还嫌弃？这大米太沉了，没地方放了，人家城里人顿顿大鱼大肉，未必能看得上咱们乡下的粗粮呢。嘿，你小子！行了，娃不带就不带。妈，组里的车在村口等着了，我得赶紧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啊。慢点啊，儿子，儿子，拜拜。演了整整17年，这下终于可以解放一段时间喽！你还有脸笑？哎呀，疼！媳妇儿饶命！都怪你，明明是首富，非要骗自己儿子说是村里最穷的。这下好了，被村长当成贫困户送去变形了，老娘的腰也都快被这破土炕给睡断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我也是为了教育他，好让他早点接我的班儿。等儿子18岁以后，咱们就告诉儿子真相。走，去车库。自由了，老婆，要不咱们今天直接包个海滩透透气？行啊，老陈，赶紧走，老娘1秒钟都不想在这喂鸡了。我去，这小山村里连个水泥路都没有，还有开大牢的大佬呢。导演，这肯定不是我们村的。建国啊，你和秀兰上哪儿去了呀？我刚拎着一袋自家腌的咸菜去你家，怎么院门锁着，屋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啊？村长啊，我和秀兰出门办点急事儿。哎呀，你们这两口子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门啊？快听话，赶紧往回走。等等，城里那个大老板家的宝贝儿子就要到了，人家是要住进你们家体验生活的。啥？村长，城里的小孩要住到我们家？对呀，人家城里节目组大大小小的长枪短炮都在路上呢，全条直播。你们家是陈家人的特困户，我好不容易才给你们争取到名额，就是想帮你们家陈默以后多凑点彩礼钱。你们可不能在这时候掉链子，快回来收拾收拾屋子，给人城里娃留个好印象。陈建国，儿子报名的时候你到底看没看清楚规则？城里的小孩和摄制组要住进我们家后院全是特么的迈巴赫，隐形升降门一开就是万亿资产。这要是被节目组的摄像头拍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村长的一片苦心，还怎么演穷人？失误，绝对是失误。老婆坐稳了，赶紧掉头回家藏车子，不能辜负了村长。陈默，先上车，时间到了，我们得出发去城市家庭了。细节，老陈说了要注意细节，不能让这帮村里人看出老娘皮肤好。建国，秀兰，建国，秀兰，城里的大少爷马上到村口了。哎呀，建国、秀兰，你们怎么搞成这个鬼样子？赶紧回家收拾屋子，等等城里那个大老板家的宝贝儿子就要到了。是，村长，大老板好心，刚才顺道带了我们一程，我们这就回家，准备迎接城里的大少爷。欢
欢迎收看全网同步直播的大型青少年励志成长纪实节目《互换人生》。我们希望通过让城市少年与农村孩子进行生活互换，体验对方的世界，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最真实的蜕变环境，我们的录制将从孩子们踏上互换旅途的这一刻正式开启。陈默同学，不要紧张，一路上看你都不怎么说话，能跟我们在大屏幕前还有演播厅里的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你的家庭情况吗？导演好，大家好，我叫陈默，今年刚满17岁，我爸妈都是最普通的农民，平时在家里种地喂猪，真的挺辛苦的。那陈默，你这次为什么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城市变形呢？因为村长跟我说，只要我能去城里好好表现，配合节目组把录制完成，节目组就会给我们家贫困家庭改造基金，这样我爸我妈就不用天天挤在漏风的土炕上睡觉了。你这一大袋都是行李吗？看起来沉甸甸的。是我给城里叔叔阿姨带的土特产。我去，那他妈是蘑菇，那是白松茸，顶级极品野生白松茸！我去，那他妈是蘑菇，那是白松茸，顶级极品野生白松茸！白松茸，你没看错吧？那是被称为林中白钻石，常年专供国宴，一斤能卖到好几万，甚至有市无价的野生白松茸。这不可能！这孩子不是说他家是特困户？导演，收到请回答，快！现场的大众评委和专家对白松茸提出强烈质疑，立刻询问那个农村孩子。那个陈默同学，刚才演播厅的专家和观众通过直播画面看到你袋子里掉出来的东西，现场现在已经彻底炸锅了。专家们说，你手里的这个是极其稀有、有市无价的野生白松茸。啥白松茸？导演，这城里的专家是不是看错了？这就是我们后山松树底下成片长的白皮菇，大雨一过，漫山遍野全都是，一踩一脚烂。我们那儿的人压根儿不稀罕这玩意儿，我妈嫌它水分大，不晒干了根本没法割，所以晒满了一院子呢。嗨，我就说嘛，这绝对是视觉误差。野生白松茸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怎么可能成片长，还晒满一院子当柴火烧？没错，咱们刚才就是太敏感了，这也恰恰证明了底层家庭的认知局限。这个特困户孩子陈默，把妈妈采的野菇子当成宝贝来送礼，虽然东西不值钱，但这份淳朴的属于穷人家庭的质朴心意，还是值得肯定的。哎呀，你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陈默宝贝吧？瞧这孩子瘦的，可心疼死妈妈了，叫阿姨多见外呀。从今天起，这儿就是你家，直接叫我李妈妈。谢谢李妈妈。我在大巴车上就听导演叔叔说您特别温柔，我从家里带了一些新鲜的野蘑菇，都是我爸爸妈妈自己摘的，一会儿我可以用它们给您和周爸爸做顿晚饭。妈，这叫陈默的身上一股子猪圈的鸡屎味儿，衣服破成这样，还他妈抱着个猪饲料袋子，这就是你要我跟他互换的农村特困户啊！脏死了，离我远点。城里孩子太不像话，人家陈默为了不让他嫌弃，专门洗了3遍澡。这衣服虽然破，但洗得干干净净的，怎么就脏了？就是啊，你看陈默那手忙脚乱解释的样子，多懂事，多让人心疼的孩子啊，真是越看越气人。刚刚大家通过直播镜头看到了我们城市的互换主人公周小强，在面对农村孩子陈默的第1秒，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嫌弃，甚至是言语上的攻击。太不像话了！周小强这个孩子被家庭溺爱的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教养。面对大山里来的哥哥，他非但不领情，
还骂人家是土包子。这种骄纵和戾气，如果不送到大山里彻底接受生活的考卡，这孩子以后就废了。小强，镜头正拍着呢，陪他演戏也就算了，你给我忍着。我凭什么忍？凭什么让我去那个鸟不拉屎的穷山沟里受罪？那破地方他妈的连个冲水马桶都没有！土包子，你他妈给我等着，等老子去你家，把你家那破猪圈给你砸了！小莫啊，别理你小强弟弟，他就是小孩子脾气。在这个帝豪酒店啊，李妈妈专门给你安排了最顶级的接风宴。走，咱们进去，先去见见你的周爸爸和弟弟。李妈妈，我爸爸妈妈常说，做人要知恩图报。您和周爸爸对我这么好，我在这儿一定听话，多帮家里干活，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这边请。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城市家庭的胸怀。帝豪酒店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城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啊！李妈妈非但没有嫌弃陈默穿着破街放鞋，扛着饲料袋，反而一上来就给予了他最体面的尊严和家的温暖。我相信，在这样充满爱与富裕的家庭熏陶下，这个特困户少年陈默一定会深深受到触动，彻底点燃他走出大山的奋斗之火。张专家的点评一如既往的高无临地。不过，就在陈默同学步入凡尔赛式的接风宴时，我们节目组的另一路主摄像机已经跟随大巴车跨越了数百公里的山路。现在，让我们把主要视角转向本次互换的另一个核心——大山深处的陈家村。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到底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停车！给老子停车！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陈默的家。你先保持冷静。路呢？你们逗我呢？让老子走这种地方，老子不走！哎呀，你就是城里的小少爷吧？可算把你盼来了。这他妈是什么味儿？毒气弹爆炸了吗？老子不进去！小少爷，咱山里空气好，都是纯天然的。建国、秀兰。哎呀，少爷好，少爷辛苦了。完了，老陈穿帮了，手镯没摘，这手镯全中国就一只，值1亿2。少爷快请进，家里穷，没啥好招待的，刚捡的土鸡蛋，给您煮一个。等等，刚才那个陈默他妈妈手腕上闪过的一抹绿色，怎么那么像去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1.2亿拍走的极品帝王绿翡翠祖母绿？大师，你眼睛老花了吧？没看见正满手抓鸡屎呢吗？那是地摊上2块钱的塑料圈吧？就是，穷的都吃土了，还1.2亿，别蹭热度了。哎呀，周少爷好，周少爷一路上辛苦了，快请进，快请进！离我远点！瞧瞧你们2个这穷酸样，脸上那是泥还是屎啊？衣服破成这样，还有脸出来接客？周少爷别生气，乡下地方条件差，您饿了吧？我们刚刚准备了饭菜。本少爷在城里只吃深海鱼子酱。少废话，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赶紧拿出来，本少爷饿扁了。臭小子，嘴还挺硬，你给老子等好了！今天高低让你吃点在城市里砸几百万都吃不到的顶级天价货，等会儿别香的把舌头给吞下去！呸！
你就是陈默吧？到了这里就当是自己家。周爸爸好，一路上听导演哥哥说您工作特别忙，还专门抽时间来见我，谢谢周爸爸。那个袋子里是我爸爸妈妈在山里摘的蘑菇，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虽然不贵重，但真的很新鲜。小莫啊，这米饭的味道香不香啊？特别香。李妈妈，不瞒你们说，这个米饭一进嘴，那股清香味跟我妈妈在家里用大铁锅焖出来的米饭，味道简直一模一样。哥哥，你吹牛！我哥说乡下穷的连肉都吃不起，平时只能吃没味道的糙米。我们家这大米可是爸爸花大价钱买的，你怎么可能吃过一模一样的？你是不是为了面子撒谎呀？小莫啊，小明虽然说话直，但城里和乡下确实是有差距的。这种米9000块钱一斤，乡下一般都是3块钱一斤的普通大米，怎么可能一模一样？陈默，说话要诚实，不要吹牛。你看看这碗大米9000块钱一斤，你非要说你家也天天吃，这网友和演播厅的观众可都不高兴了。我没吹牛，我家真的一天天都在吃这个米啊，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缺乏事实支撑时的无力感。这个特困户孩子陈默，心理防线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居然还在嘴硬。不对，快看周小强这边！我操，好吃，太他妈好吃了，真香啊！爸妈，我以前在城里吃的都是些什么垃圾啊？这米饭一进嘴，那股酒香和翡翠光泽，这他妈绝对是顶级景阳富硒米啊！周少爷啊，咱家实在是穷啊，这就是我们家平时喂猪用的糙麦，您大鱼大肉吃惯了，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跟着受罪了。喂猪？你家拿这米喂猪？老子不信，这绝对是真正的米中至尊。难道陈默刚才说的全都是真的？周小强亲口认证了，风味浓郁、翡翠色泽，9000一斤的景阳富硒米，在陈默家真的是用来喂猪的常备粮啊！我操，好吃，太好吃了！这味道，这他妈比我爸带我去吃的一顿几万块的米其林3星黑松露浓汤还要高级10000倍！周少爷，咱家实在是穷，这就是秀兰在后院随便腌了3年的老汤烂咸菜，您大鱼大肉吃惯了，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跟着受罪了。你这臭小子，在城市里吃的都是什么苦啊？这咸菜只是英国皇家御厨用原浆按照1:1比例发酵了整整3年的小咸菜。周少爷，您要是嫌弃这咸菜长得丑，一股怪味儿，老婆子这就把它倒了喂猪。别动！谁说你倒了？本少爷就是觉得这盘咸菜长得太丑，本少爷要留着好好批判一下它。小莫啊，别听你周爸爸和小明瞎说，大米嘛，吃饱就行。来，尝尝这碗松茸燕窝汤，这可是顶级国宴松茸，在你们大山里啊，怕是一辈子都见不到。多喝点，补补身体。李妈妈，这汤我熟啊，我在家里，我爸我妈天天用大铁锅给我熬这个汤喝，味道跟您这个简直一模一样，我还给你们带了不少呢。陈默，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前面大米的事你非要和9000一斤的景阳富硒米攀关系，现在李妈妈好心赏你喝3100克的国宴松茸汤，你居然还敢撒谎吹牛！你看看直播间网友和演播厅的观众，这回是真彻底被你的虚荣心恶心到了。我没吹牛，我说了我家有，那就是有，你们不信是吧？我这就拿给你们看。哎呀，小莫，拿不出证据也没关系，李妈妈不会看不起你的。小
把那脏袋子放下，别弄脏了地毯。这就是我妈嫌水分大晒满了一院子的白皮菇，你们看看，跟你们碗里的松茸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丰泽，这毫无杂质的羊脂瓷光，这他妈是野生白松茸，而且是常年专供国宴，有市无价，一斤能卖到10几万的白松茸至尊林中钻。我就是一模一样嘛，我家后山多的是，一踩一搅烂，我爹天天拿它炖大骨的汤，你们城里人咋吓成这样？我的天哪！陈默没有撒谎，他刚才说的一切全都是真的。3000一斤的松茸，在陈默家真的是成片长，晒满一院子，甚至拿来随手熬汤的大陆货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小默，你老实交代，这真的是你父母在大山里摘的？你刚才明明说这叫什么白皮菇？对呀，陈默，顶级野生白松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到极致，怎么可能成片长，还让你妈晒满一院子当柴火割？你连名字都叫错了，你还敢说这不是你为了面子，在城里哪个高档黑市上偷偷买来演戏的？没错，叫法完全对不上。白松茸是林中钻石，白皮菇一听就是廉价第一。这个农村孩子陈默一定是在撒谎。后台导播，快连线农村县，让那边的随车导演立刻去陈家的饭桌上看看，陈默的父母到底管这玩意儿叫什么？陈建国大哥、秀兰大姐，刚才城里直播间和演播厅传来紧急消息，城里的专家说陈默同学从你们家带去了一袋有市不价的顶级野生白松茸，但陈默说这东西在你们家叫白皮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吵个屁啊！陈默没撒谎，这特么就是真正的顶级白松茸。你们这帮城里专家自己看，这香味儿，这品相，但这家人懂个锤子的顶级食材，在这对特控户夫妻眼里，这玩意儿就特他妈叫后山松树底下的白皮菇。他们嫌这玩意儿大雨一过，漫山遍野全都是，一踩一搅烂，水分大不好割。今天晚上是用它来和9000一斤的富硒米一起焖饭喂猪的。臭小子，嚷嚷什么？这名字就是老子和秀兰故意土话叫给村里人听的。要是让村长和这帮城里人知道，我家满院子晒的都是10几万一斤的国宴白松茸，这首富身份还怎么四舍五入？今天高低不能穿帮了。你们可别跟我们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开玩笑了，这就是后山不值钱的野菇子白皮菇嘛。我们家穷，没啥好菜，大雨一过，我们就去成片的采回来晒干。这真不是啥10几万一斤的白松露，我们哪有那金贵命啊？今天晚上是用它来和9000一斤的富硒米一起焖饭喂猪的。李妈妈，我就说我真没撒谎吧，这就是我家摘的白皮菇，名字确实和城里不一样，我真的没有吹牛。看来大山里的物产确实丰富，这都是误会。咱们今天的接风宴也差不多了，周总、李妈妈，要不先带陈默同学回家休息，我们明天一早再进行录制。对，小莫一路上辛苦了，走，咱们先回家。耻辱，简直是奇耻大辱！老子纵横上海这么多年，今天居然被一个露脚趾的土包子用一袋破大米和几株烂菇子把脸都打肿了！你听听小强在电话里哭喊着喂猪的米比城里好吃1万倍，全网现在都在看老子的笑话。老周，别发火，那土包子不过是运气好，占了山里天然资源的便宜。论真正的社会阶层，论真正的顶级底蕴，他拿什么跟我们周家比？我先给小强打个电话，那破地方连个冲水马桶都没有，也不知道我的宝贝儿子在那受了多大的委屈。明天正好让导演组用这个当切入点，狠狠批供一下那个特困户家庭。妈爸，你们敢信吗？这农村简直太他妈爽了！我以前在城里顿几万块吃的都是些什么乐界啊！小强，你没被逼着吃野菜吧？你别吓妈妈啊！吃个屁野菜啊！妈，我跟你说，这家的米饭一进嘴，那股酒香和翡翠涩涩，比咱家9000一斤的富硒米还要纯正1万倍。周小强，你给老子闭嘴！你是不是脑子被大山里的门给挤了？爸，我没开玩笑。而且我跟你们说，农村爸妈对我可好了。他们刚刚跟我商量，明天一大早要亲自带我去后山那条藏龙溪炸鱼，还要带我去抓据说是野生纯天然的千年大土王八，听着就带劲儿。行了，
王大娘、王秀兰去准备明天的炸鱼工具了，老子得去帮忙，挂了。老公，咱儿子不会被那俩穷光蛋给逼疯了吧？儿子要是疯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好，很好，连我亲儿子都被那两个穷八蛋带偏了，连炸鱼这种土鳖游戏都当成了宝贝。明天高低得带那个土包子去帝豪酒店顶层的隐秘私人收藏展，那里面陈列的可是价值15个亿，被称为传世绝孤品的国宝九龙耀天目斩。我要让陈默那个土包子在无数动辄过亿的传世孤品面前，在全网直播镜头前彻底认清他这辈子哪怕玩命都跨不过去的阶层鸿沟。家人们，昨天那是本少爷没发挥好，今天来到我们农村爸妈的地盘，带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纯天然野外生存。看老子今天怎么炸鱼！老大，这城里来的小少爷在城里连路都不肯走，来这儿居然转性了。有反差才有收视率，继续拍。等等，刚才闪过去的那块绿石头，怎么那么像缅甸老坑的玻璃种翡翠原石？得了吧，节目组这水下滤镜开太大了吧？山沟沟里要是遍地翡翠，这家人还能当特困户？老陈，快看这臭小子的脚底下那块老坑玻璃种被踢出来了，摄像机马上要转过去了，你他妈快想办法捂住啊！周少爷，小心脚底下，这山里的绿苔藓石头滑得很，我老汉粗皮烂肉的，先帮您把这绊脚石踩扎实。臭小子，给老子把脚挪开！这条溪流是老子为了保护极危物种，花了3个亿秘密承包的帝王金线鸭国家级保育基地。要是让你一脚踢出来，曝光在直播镜头里，这首富身份还怎么捂住？对呀，周少爷，这破河沟里全是长绿苔的烂石头，脏得要死。建国，你快帮少爷抓鱼呀！抓！我操！大王八！妈呀，真的是纯天然野生千年大土王八呀！哈哈哈哈！大王八啊！要死人了！特困户家的大王逼要吃人了！焦距拉大，死锁定，就拍他摔泥里的样子。哎呀呀！周少爷挺住！这土王八越动咬得越死，我老汉来帮你按住身体。秀兰，你快来扯他的王八壳呀！那你倒是按住他呀！你按着我干什么？哎呀妈呀，这王八太烫手了！少爷救命，我拿不住了！哎呦，少爷，我扶您起来。少爷呀，您看这山里的野生大甲鱼就是脾气暴，不听使唤，刚刚可把我老汉和秀兰给吓坏了。这抓甲鱼的项目实在太危险，不适合少爷您这种金贵身子。对，周少爷，要不咱们换个项目，去后山地里干活吧，那活计踏实。不行了，我要笑死了！这特困户两口子太淳朴了，真是越帮越忙。那只大王八直接被大娘一记大招给甩飞了，疯了，简直疯了！这节目的焦点根本不该是变形，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那个村子的生态环境吗？对呀，
刚才水下一闪而过的，那是对水质要求苛刻到极点，有钱也根本养不活的极危物种帝王金线瓶，还有那只洗脸盆大小的暗金巨鳖，这他妈哪里是贫瘠牙的大山？这村里的自然生态和地质资源简直牛到违背科学规律啊！天哪，这村里的生态真的牛逼炸了！难道之前陈默说他们家后山大雨一过，不仅能长白皮菇、白松茸？农村的生态正在颠覆全网的认知。但与此同时，我们城市的李妈妈和周爸爸也已经带着陈默正式跨入了江城最顶级的隐秘私人收藏展。小莫啊，今天周爸爸带你来看的可是整个江城最顶级的隐秘私人收藏，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你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国宝。国宝，知道了，李妈妈，我一定不乱碰。刘馆长，又见面了。周总，最近有空来看展了？刘船长，客气了，这次主要是带小莫见见世面。爸爸妈妈，我肚子疼，想上厕所。这走廊太黑了，我一个人害怕。我想让哥哥带我去上厕所。小莫，弟弟想让你带他去厕所。哎，李妈妈放心，我这就带小明弟弟去。哥哥，你离我远点儿，别拿你的脏手碰我，快去在前面给我开路。小明弟弟，小明弟弟，你在哪儿呢？天哪，那是九龙曜变天幕斩，碎了，真碎了！这可是价值15个亿，被称为全人类传世绝古品的收藏啊！这可是15个亿呀！老子哪怕砸锅卖铁去街上要饭，也绝对他妈的赔不起！不管事实是什么，这个通天大黑锅必须高低只能由这个农村来的土包子一个人死背到底。反正这陈默是个大山里特困户，穷光蛋一条，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算把他送去坐一辈子牢，也绝不能连累我周家掉一根毫毛。是哥哥砸碎的！刚才在厕所门口，他说这个杯子值钱，逼着我带他回来偷国宝。我拦着他不让偷，他就故意撞翻了柜子，故意摔碎了国宝，还要动手打我。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大山里养出来的白眼狼啊！我们周家好心好意给他安排最高规格的接风宴，带他来见世面，他居然手脚不干就想偷，还差点砸伤我的小明。瞧那农村娃穿的破牛仔裤和露脚趾的解放鞋，跟这展厅格格不入。听周总两口子刚才那架势，这土包子是手脚不干净想偷窃，结果把国宝给撞碎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没有，是小明弟弟。各位江城的同僚，你们可得为我们周家评评理呀！我们周家好心带着大山里的特困户来见世面，他居然利欲吞心想偷国宝，被我儿子抓了现行，还倒打一耙，说是我儿子撞的，简直是农夫与蛇，心肠歹毒到了极点！呸！穷山恶水出暴民，周总别跟这种吓的人废话，赶紧要把他抓进去，让他全家这辈子都进去。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偷，是小明弟弟说想上厕所，我才带他去的，我根本连柜子都没碰过一下呀！畜生！报警！
立刻给我报警！我们周家好心带你体验生活，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意图盗窃！太恶劣了！没想到陈默心肠竟然这么歹毒，砸碎了15亿的国宝还死不承认，连8岁的小孩子都陷害。社会底层的渣子，真特么恶心！亏老子前几集还觉得他懂事儿，原来就是内心极度不平衡装出来的。这下原形毕露了吧？大家看清楚了吗？这就是底层劣根性最赤裸、最丑陋的集中爆发。这个特困户家庭出来的陈默，在面对跨越阶层的泼天富贵时，内心的贪婪彻底战胜了良知。大家先冷静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周小明都出面指证了，你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张专家，请你收起你那套居高临下的底层劣根性说销，别忘了，刚才国宝碎裂的刹那，所有的直播主镜头和随车长枪短炮都在走廊死角，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位真正录制到了碎裂的瞬间，这就叫无视频无真相。你们看看陈默的反应，他从被栽赃到现在，除了绝望和憋屈，眼神里没有任何的心虚和恐慌。相反，周大山和李萍萍两口子在听到小儿子栽赃的第1秒，面部肌肉那极其隐蔽的颤抖和抽搐，分明是人在极度恐慌下找到了替罪羊时的疯狂算计。15个亿啊，周家自己根本赔不起。换作是你，你会不会选择让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特捆户替自己儿子背这口通天死锅？我操，他说的好像有道理啊！刚才确实没有拍到画面，全是周家小儿子的一面之词。难道这真的是豪门夫妻为了甩锅，丧心病狂的联合欺负一个大山里的老实孩子？传世绝孤品的九龙药变，这可是特展！今天你们周家要是给不出个交代，谁也别想走出这扇大门！馆长，不是我们啊！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跟我们周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是这个大山里来的特困户偷窃未遂，故意砸碎了珍宝。你要找就找他要赔偿，全是他一个人干的。对，馆长，穷山恶水出暴民，这种下等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他现在还敢嘴硬，您赶快动用展厅的保镖把他摁住，逼他把偷窃砸碎国宝的认罪书给签了，让他全家把一辈子的连带赔偿借据也写了，不写就当场废了他。15个亿，这个连鞋子都露脚趾的底层孩子，这辈子、下辈子、10辈子不吃不喝也赔不起。我不管你在大山里是什么规矩，但在城里弄碎了珍宝，你就得填上。还愣着干什么？陈默，老老实实给我跪下，跪在珍宝的碎片面前，承认你的罪行，写下15亿的赔偿借据。不承认，就只能让上面来批人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偷，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哎呀，建国大哥、秀兰大姐出通天大祸了啊！我刚刚用隔壁二狗子的破智能手机看那个什么互换人生的城里直播，你们家默默在城里被人给扣下了。哎呀，周少爷，这地头有我们乡下老农唠家常，不吉利。您天生神力，先拿着这把旧锄头，一个人去前面那片大荒地中心开荒松土，让导演组的叔叔阿姨多拍拍您城里人的核心力量。没见识的土包子！行，瞧好了，本少爷这就让你们开开眼。快，1号机、2号机全跟上去，拍周少爷开荒的独立大特写，快跟上！董事长、夫人，少爷在城里被熊孩子撞碎了价值15亿的国宝九龙药变天目簪。周大山两口子为了甩锅，丧心病狂的恶毒站队，逼着少爷陈默在全网直播镜头前跪着背黑锅。周大山、李萍萍，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下三滥土鳖，连老娘生下来掉下的一块肉，你们都敢这么侮辱！15个亿的破杯子，老娘在家里拿来当猫玩，都嫌它成色不好。你们敢让我儿子背黑锅？老陈，这破节目老娘不录了！
我现在就要把我宝贝儿子接回来！老子演了17年的穷人，今天你们这帮城里的乐萨，真他妈把老子的天给捅塌了！打！给老子狠狠的打！打断他的腿送进去！看这个死穷光蛋拿什么跟老子嘴硬！住手！住手！全给我住手！谁准你们碰陈默少爷的？你们找死是不是？少爷，少爷，这馆长为什么管我叫少爷？我只是个山里的穷娃子。还有刚才那个通天大人物到底是谁？为什么馆长听到对方的声音都能吓得当场给我下跪？馆长，你是不是跪错人了？这小子就是个农村土包子，你给他跪下干什么？周大山，你给我闭嘴！你个瞎了的土大块，你口口声声管谁叫土包子呢？你知不知道刚才最高总长亲自打电话下达了死命令，就在2秒钟前，有钱都见不到一面的通天神主亲自跨国作保，那笔15亿的无损屏障资金已经轰然砸进了我们管理的账户。平了？谁替他平的？他一个大山特困户，怎么可能认识那种能1秒调动15亿现金的通天老祖宗？馆长，他到底是谁的儿子？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个玩物。他交代了，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他要是通过直播镜头看到您在江城受了一丁点委屈，今天晚上不仅我们收藏馆要被连根拔起，连同你们江城周家全特都得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天哪，这土包子到底是什么通天的背景？馆长居然管他叫少爷！1秒砸出15亿现金屏障，这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整个江城圈子要被掀翻了！我操，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那可是15个亿啊！1秒钟就被不知名的通天巨贼给拿现金砸平了。你们听馆长刚才说什么？那个大山里来的老实孩子陈默，背后居然站着能让总长亲自下死命令的神秘跨国神主，这村子到底藏了什么怪物啊？全特都得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馆长，你疯了！这穷小子就是个大山特困户，他要真是哪个神主的少爷，怎么可能穿一身拼多多30块钱的破烂？肯定是那个不知名的通天大物被这小子用什么野路子给骗了。小明刚才亲眼看见他砸的，就算钱平了，他也是个贼呀！妈妈说的对，就是这个臭尾猪子砸对的，凭什么不打他？他是贼，让他跪下！周大山，李萍萍，你们全家想死，别们拉着老子！我明明只是从大山沟里出来的，爹娘天天为了几毛钱工资发愁，我怎么就成了通天少爷了？刚刚出手屏障的人是谁？那股可怕的底气，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点熟悉？快，把刚才走廊立柱里那个用微米级隐蔽科技装上去的天眼微型监控给老子调出来，录像直接同步放大到全网直播大屏幕上。把所有大小九、长焦短全挂了，掐断直播，撤摄影，全员撤退。陈少爷，受惊了，我们已经安排专车送您去安全的地方休息。我不认识什么陈氏帝国，我要回农村找我爸妈。这恐怕不行，董事长，我是说，您父亲吩咐了，在事情完全平息前，您暂时不能离开江城。我父亲。
妈，你们到底是谁？别打了，我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求你放过我们！这两个城里的垃圾，算他们跪得快。老陈，默默既然没事了，咱们也别急着去接。这孩子从小在山里长大，想在城里多见见世面，就见识一下。豪门肮脏，让他多碰碰，长长经验也是好事儿。夫人说的对，历练历练也好。小程，城里那边让暗卫继续盯着就行，暂时不准暴露。是董事长。咱们现在赶紧关注荒地那边，周小强不是要开荒吗？赶紧盯牢点，别再出什么岔子了。断线了！我操，城里节目组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把直播给关了？肯定是亏心事被揭穿，贾豪门两口子和导演组怕了，反转了，彻底反转了！原来是周小明自己作死撞碎国宝，还恶毒栽赃陈默。这程氏两口子也是畜生，为了甩锅什么下三手段都用。他们现在心虚关直播，老子不答应！不仅是真反转啊！程氏直播虽然心虚断线了，但刚才那一幕大家都看真切了，连总责执掌无数古董命脉的馆长都跪下了，那可是15个亿啊！1秒钟就被不知名的神秘神主从全球最高权限信托里拿现金屏障了。难道陈默的真正身份真的是全华夏的顶级财阀大少爷？真相大白，陈默少爷是清白的，城里断线了没关系，让我们把镜头立刻切回陈家村现场。大家看到了吗？我就说嘛，这两个就是最普通、最土鳖的农村父母，天天穿着破工装挖地，能有什么通天的身份？刚才城里馆长绝对是认错人了，或者是别的大财阀少爷正巧也叫陈默。要是这俩老土豹是首富，老子当场把这红木桌子生吞下去！哎呀，周少爷真是体恤老农。给，家里穷，只有这把有些生锈的旧锄头，您拿着做做样子就行，千万别累着。臭小子，你给老子轻点折腾！这锄头是老子动用私人关系，让日本国宝级大师用陨石稀有合金特制的天宫锄，光一把造价就特门800万，削铁如泥。你手要是敢抖一下掉地里砸坏了，老子当场剥了你的皮！轻飘飘的，里面怕是都生锈掏空了吧？烂铜烂铁，瞧好了！今天本少爷就给你们这帮乡巴佬演示演示，什么叫核心肌肉群。我的手！妈呀，这锄头里冒金光了！这地底下怎么有钛合金钢板啊？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这里的土是豆腐做的，还是这山里的石头是面粉捏的呀？这不科学！完了，图腾彻底漏了。这千万级的天宫锄要是彻底曝光在镜头前，我演了17年的穷人身份，今天高低是要捂不住了。哎呦！秀兰，秀兰，你咋了？你可别吓我老汉啊！是不是被这破道具锄头震伤了？老陈，我刚才这记失足飞扑演技咋样？细节拉满了吧？夫人，绝对是影后级别。这千万大牢的底盘，高低是又给咱们藏回地缝里去了。
这好像是天宫厨。是天宫厨，那是去年在全球苏富比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800万美金天价拍走，全人类仅此一把的陨石合金天宫厨啊！上面的族徽，那是万亿影视财阀陈氏帝国的至高图腾。陈建国两口他们就是那个让最高总长传话的万亿神父。张专家，万亿陈氏至高图腾就在这儿摆着，你刚才不是说要当场把这红木桌子生吞下去吗？吞啊，你倒是吞啊！服务器又崩了，第3回了，快想办法控场。这是去年苏富比的内部图，你们看，这把锄头的拍卖编号、9龙绕凤图腾纹路和屏幕上露出来的一模一样。当时的神秘买家代号就是琛，成交价整整800万美金。大家冷静一下，刚刚节目组接到高仿藏品协会的紧急澄清电话。陈默父亲手里这把只是道具组为了戏剧冲突，用现代合金1:1精细复刻的廉价影视道具。那上面的9龙族徽也只是金属贴纸。我就说嘛，无稽之谈。一个天天在地里挖土、满脸黑机油的特困户老汉，怎么可能会有800万美金去买天宫厨？大家别被骗了。这就是个高仿高大上的廉价高仿货，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农民。我操，吓死老子了！刚才差点就给跪了。原来特妈的是个拼夕夕高仿的道具啊！道具组为了收视率也是拼了，连防爆金属贴纸都用上了。就是说啊，差点被带偏了。这俩老土炮要是万亿首富，老子明天就去当秘书长。看来城里馆子刚才真的是重名认错人了。陈默这小子就是运气好，沾了别人的光。他爹娘就是2个臭种地的土包子。劳斯莱斯幻影，这特妈还他妈是猪圈吗？你家猪圈里降大牢啊！完了，老子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妖风把车给掀出来了。这千万大牢大招一出，今天高低是彻底要捂不住了。劳斯莱斯幻影，那尊金光闪闪的欢庆女神力表。你他妈管这叫贫困户？道具组能做出一辆真车藏在大山里给穷人演戏吗？这不科学！我操！秀兰，你快别装了，快醒醒，穿帮了！啥？人呢？这帮大长枪短炮怎么一个都不见了？秀兰，你快醒醒啊！你快睁开眼看看，咱家猪圈被长白山这妖风给出他妈的幻觉了！啥幻觉？老陈，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怎么看见前面金光闪闪的？那是不是村长去年带过的？那个城里大老板上次来咱村里，车坏了不要了啊，忘在咱家猪圈的报废组装山寨烂车。哎呦妈呀！我想起来了，去年村长说有个城里大老板来考察，那大老板嫌车坏在村口拖回去费钱，直接扔给咱家
当咱们家救赎圈的顶棚防雨支架了啊！放屁！你他妈家里的报废山寨车能自带陨石天空图，你他妈管这星空顶九龙会完美防爆涂层叫防雨支架？就算是瞎子也认得这是全球限量尊贵定制款啊！陈建国大哥，王秀兰大姐，请你们当着全网观众的面给我解释一下，这辆价值1000万、常年出现在富豪榜座驾里的劳斯莱斯，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家的草棚里？你们到底管这通天豪车叫什么道具？导演同志，您别见怪，这铁疙瘩在我家猪圈顶上压了1年多了，挡雨用的。我真不知道这是啥劳斯莱斯，我平时就管它叫大黑铁盒子。陈叔，这车前面的立标是纯金的，这是环形女神啊！纯金？哎呦妈呀，那城里大老板可得给我补点保管费呀！我天天拿它压着猪圈顶棚，还要拿它喂猪，可别把这大铁疙瘩给我家压坏了。要是压变形了，我可赔不起城里人的高级废铁呀！那是去年全球限量10台的劳斯莱斯幻影暗影至尊版，落地价4800万。猪圈顶棚支架，拿4800万的豪车压了1年猪圈。各位，我们先不要下定论。也许陈建国大哥真的不知情。不知情？那车钥匙还在他裤兜里晃呢。这是3轮车的钥匙，长得有点像。陈叔，您这3轮车是 V12发动机的？啥？V 啥？建国，这是你家猪圈上那铁疙瘩？村长，您可来了！您快跟导演说说，这是不是去年那个大老板忘在我村的报废车？啊，对，是有这么回事儿。去年有个港城来的大老板，车坏在村口，说不要了，让建国帮忙处理。建国心善，说当废铁卖了可惜，就搁猪圈顶上挡雨了。村长，这车是限量款，全球10台。啥限量不限量的？在我们山里，4个轮子的都叫车。建国，你说是不是？是，村长说的对。我信你们个鬼！老陈，这破节目老娘不录了。想到我儿子跪在碎瓷块上被黑波受委屈，我就难受。这身份我也不装了，今天就要让我宝贝儿子堂堂正正的回家。哎呀，老婆，你说啥呢？咱这演穷人不是演的好好的吗？我说啥呢？你特么还在那儿为什么威？老娘的亲生骨肉在城里流着血背黑锅，你还在这儿陪他演呢？老陈，你的护犊子劲儿都特么就找玉米面窝窝吃进狗肚子里去了。疼！老婆松手！老子这不是在找卫星手机呢吗？告诉全网观众，陈氏帝国从今天起全资自助互换人生节目，但节目名改了，叫真假人生。我就说嘛，建国这娃从小就有出息，17年前非要装穷，
我配合他演的可辛苦了。小程，去给老子把陈默护好了。少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老子今天晚上让整个江城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全开荒车队听令，起驾！真车，这他妈是真的劳斯莱斯幻影！车要是开天眼亮瞎了，不是道具，不是高仿，这老两口是他妈的只手遮天的跨国通天神主啊！爽啊！那李大娘撕掉烂棉袄，露出九龙族徽的那一秒，老娘天灵盖都麻了！什么底层劣根性，什么特困户，全他妈是人家首富两口子演出来体验生活的！逆转，长白山首富不装了，全面开启疯狂起价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城市的李妈妈和周爸爸因为偷盗国宝栽赃失败，为了逃避陈氏帝国的滔天怒火，正带着周小明疯了一样讨回香城帝豪酒店。接下来的视觉画面将会让所有人见证什么叫真正的降维大清算。演员？刚才大屏幕里绝对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老子纵横山海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被一个臭种地的土包子把天给捅塌了？周先生，不好意思，请留步。系统刚刚提示，您的皇家总统套房已经到期，请您全家立刻搬离酒店。老子包了整月，你他妈没长眼是不是？上个月老子就全额打了几百万进你们账上，租约根本不可能到期。周先生，您的租约确实包了整月，但那是在2秒钟之前。陈氏帝国刚刚完成了对逸豪酒店的强行无损收购，包括你们周家名下的全部私人资产和信用，已被跨国银行1秒冻结，美股、港股全面扔断清零，所以您的租约作废了。爸爸妈妈，你们快看那幅画！陈建国，你他妈管这叫拉大使的特困户啊！各位观众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
刚刚我通过后台接线员收到了一份跨国黑客和保密信托全面攻破联合发来的震撼爆料。经过陈氏帝国对周氏集团的全面阻击和资产清算，我们刚刚查实，程氏的互换主人公周小强一家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上流豪门。周大山先生名下公司的中外资金链早已断裂，目前个人企业负债整整高达8个亿。他们住的别墅是高价租赁的，开的豪华轿车是全额抵押贷款的，甚至连刚刚用来给陈默少爷做接风宴的帝豪酒店包间，也全是临时租来演戏充人面的。所谓周氏豪门，从头到尾全是他们为了蹭热度、虚荣包装出来的假豪门。假的，负债8亿！精彩简直太精彩了！一个欠了8亿、衣服豪车全靠租的假豪门，竟然天天高高在上的坐在白瓷炖重前，对大山里拥有1000万大牢、拿9000一斤景阳负细米喂猪的真首富儿子大肆进行底层劣根性的说教和阶层拷打，还大咧咧的把人家大少爷送去变形，这节目的剧本简直神了！周氏集团全面清算，周大山8亿负债破产。周少爷，你们家在城里欠了8亿的亏空，连这破烂接风宴都是租来的。老子千算万算，没算到你那该死的暴发户老爹，竟然有胆子用一碗掺了沙子的9000块糙米来换老子的万亿帝国唯一继承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爸是开大公司的，我是城里的大少爷，你们这帮臭喂猪的骗我！把江城所有媒体的直播信号全部接入陈氏帝国官方频道，我要让全网看着我儿子堂堂正正回家。周氏集团的清算，今晚0点前完成。是董事长，导演和摄制组都在，直播还在进行。很好，让全网看看什么叫假少爷变形记。少爷，董事长和夫人正在赶来的路上，您先随我去休息区。恭迎少爷归朝，少爷好。你们认错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来变形的特困户吗？少爷，我这就带您去顶层，董事长已经在等您了。我爹天天为了几毛钱工钱发愁，我妈嫌水分大把松茸当柴火割，到头来整个江城整栋帝豪酒店全他妈是我家的私人资产。臭小子，今天高低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父爱如山，让你知道你老子到底有多富。失误，
老婆子催得太急，只顾着换上8000万的天丝西装，忘了把老脸给洗干净了。爸妈，今天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骗了我整整17年，天天穿着破工装在我面前哭穷干豪，你们到底是谁？默默啊，爸这是为了配合节目组录制，故意弄的战损版皮肤，你别多心，别多心啊。默默，妈妈错了，妈妈看到你在展厅流血，老娘的心都碎了。不装了，这破空屋咱们今天高低不演了，妈妈带你堂堂正正回家。不喝。爸，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天天在家里吃腻了的米，是那9000块钱1斤的顶级至尊大米，在咱家真的天天都是拿来喂猪的常备粮。是米中至尊景阳富硒米，那是老子为了你的核心力量，专门动用私人关系，找了10几名顶级老农农学专家，花费好几亿专门培育出来的。你平时拿去喂猪，我跟你妈人都麻了，但为了演穷人，只能生生看你败家。那白松茸呢？我背了整整30公斤来到城里，妈嫌水分大，晒满了一院子当柴火割的野蘑菇，那也是假的。默默啊，是野蘑菇啊，只是那是常年专供国宴，1斤能卖10几万的顶级野生白松茸至尊。妈在后山承包了成片长的大基地，怕你出门在村里乱说穿帮，这才故意土话，教你管它叫白皮菇的呀。让我早点当家，让我知恩图报，你们管这叫穷人教育。你们知道我为了那30斤白皮菇在大巴车上被人当笑话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爸妈在山里种地喂猪，我得争气，不能给他们丢人。默默，爸，别叫我默默，你们骗了17年。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去喂猪，我以为那是咱家唯一的指望。我背着猪饲料袋子进城，我以为那是我能给你们的全部。你，这件衣服，我妈说补还能穿，我穿了3年，3年啊！儿子，妈给你买新的，妈给你买全世界最好的。不用了，这破衣服我穿着踏实。我要回村，回那个漏风的土炕。默默，那土炕是湿漏气恒温的，不漏水。连土炕都是假的。董事长，少爷他……让他走，派人暗中跟着，别让他发现。去哪儿？江床村陈家村。少爷要回村，董事长吩咐了，暗中保护，不能暴露。默默，你咋回来了？城里不好玩？村长，我想回家住几天。跟爸妈闹别扭了？行，村里永远是你的家。走，去我家，我给你煮碗面。村长，你知道了？知道啥？知道建国那小子终于露馅了。哼，17年前他跟我说，村长帮我瞒着，我想让娃吃点苦，我就知道他早晚有今天。但默默，你爹再有钱，他对你那颗心是真的。
爸是开大公司的，我是城里的大少爷，你们骗我。周小强，你爸的电话打不通。什么？假的，这是假的！我爸不可能破产，这破手机也是假的！都是你，要不是你，我爸不会破产，我不会变成这样。周小强，你爸欠了8亿，不是我让他欠的，是你弟弟砸碎15亿的杯子嫁祸给我。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我连家都没有了。这个你拿去，在城里它值10几万，在这里它就是白皮菇。你爸欠的债，我爸陈董事长已经帮你爸平了。默默，你爹那17年的戏演得不容易。村长，您别替他说话。哼，替他说话，我替他受了多少罪？你看，这手。17年前，为了帮他藏那辆大牢，我半夜推车掉进根沟里，断了3根指头。你爹跟我说，村长，我年轻时太顺了，不知道穷是啥滋味。我不想我儿子也这样，我想让他知道，人这辈子最金贵的东西不是钱，是骨头。你爹是万亿首富，但他17年没睡过一天好觉。为啥？因为他怕你发现，怕你发现之后恨你。你看，他最怕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找你的，去吧，不管见不见，把话说清楚。默默，爸来跟你道歉。陈董事长，您不用跟我道歉，您没错，您是为了我好，让我知恩图报，让我早点当家。爸错了。爸不该骗你17年，爸以为让你吃苦你就能成器，但爸忘了，你吃的苦都是假的，你受的委屈都是真的。爸在卫星电话里听到你哭喊我没有偷，爸的心像被刀剜了一样，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怕呀，怕你变成周小强那样，仗着有钱就目中无人；怕你变成爸前情时那样，以为有钱就能买一切。但爸现在知道了，我陈建国这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万亿，是养出了你这么个。爸，那土炕真的是石磨气恒温的。是啊，但爸在你出生前，专门让人保留了漏风的外观，里面确实是暖和的。你们这是演戏演全套啊！老陈，你真要这样全网直播？你可是万亿董事长。夫人，
我首先是陈默的爹，这衣服我穿了17年，今天我穿着它给全网一个交代，也给我儿子一个交代。他要干什么？当众承认骗了我17年，让全网看他笑话。各位观众，今天我们真假人生节目迎来一位特殊的嘉宾，他选择用最真实的方式面对全网。我叫陈建国，17年前我是陈氏帝国的董事长，17年后我还是，但这17年我还有一个身份，江家村最穷的贫困户。我骗了我儿子陈默17年，告诉他我们家是特困户，告诉他大米是喂猪的糙妹，告诉他白松柔是白皮菇，我告诉他穷人要早当家，要知恩图报，要有骨头。我以为让他吃假的苦就能长成真的刚，但我忘了，他在城里被人嘲笑猪饲料袋子的时候，那份委屈是真的；他在展厅被人按在地上背黑锅的时候，那份屈辱是真的。我陈建国能1秒砸15亿屏障，但我平不了我儿子心里那道疤。这是默默7岁那年写的，那时候他以为家里穷，偷偷在纸上写我要好好学习，长大赚钱给爸爸买大房子，让他们不用睡漏风的土炕。他不知道那土炕是石墨烯恒温的，比城里任何床垫都舒服。今天我陈建国以陈氏帝国董事长的身份宣布：第一，陈氏帝国全资设立真实基金，首期投入100亿，资助真正贫困地区的教育，不直播，不宣传，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钱怎么花，让村里的校长说了算。第二，我辞去陈氏帝国董事长职务，从今天起，由我儿子陈默接任。你疯了！我不会管公司，我连 Excel 都不会。你不会 Excel， 但你会喂猪；你不会看材料，但你知道9000块的米和3块的米味道没差。陈氏帝国不缺 CEO， 缺一个知道人字怎么写的人。默默，妈以后不骗你了。这猪，这叫白松茸，10几万一斤。但妈想告诉你，它在你7岁年前就叫白皮菇，名字是妈改的，但妈对你的心从来没改过。我爹骗了我17年，但他教我的东西，我在城里被人叫土包子，我难受；我在展厅被人按在地上，我委屈。但你们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是我发现我吃了17年的粗粮，原来是国宴食材。我睡了17年的漏土土炕，原来是洛星恒温，我连穷都是假的。但你们知道吗？我爹骗我，是因为他真的怕我变成周小强那样仗着有钱就目中无人，怕我变成他年轻时那样，以为有钱就能买一切。爸，你怕错了。我不怕穷，因为我穷过，哪怕那是假的。我不怕富，因为我爹教过我，人这辈子最金贵的东西不是钱，是骨头。从今天起，我是陈氏帝国的董事长，但我的办公室不在百层大厦，在江山村那间漏风的土炕旁边。我的秘书不是海归精英，是村长。我的午餐不是米其林，是9000块一斤的糙米配黑松露咸菜。夫人，咱儿子比我会说话。废话，老娘的基因。完了，完了，全完了。我骂了17级底层劣根性，结果人家是万亿少爷。
默默，爸还能帮你做点什么？爸，帮我尝尝，这白皮菇晒干了没？我妈老嫌水分大。晒干了，好儿子，好儿子。默默，妈不装了，这围裙妈亲手缝的，你穿着踏实。董事长，不，陈先生说今晚飞江参村。另外，把总部那间摆平办公室拆了，改成漏风土炕体验区，供全体员工学习。乡亲们，我陈默回来啦！